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蒋先生41岁，来自河北，酒店消防员；白女士47岁，来自河北，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的恋爱有什么问题？他有暧昧对象，而且瞒着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他总是想东想西的，他没事就是闲的，总有莫名的危机感。对未来的爱情，你们有什么期待？对未来有，对他我不确定。我们三观不同，很难走下去。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真诚对待彼此就行了。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信息，说他有暧昧对象。哦，对，那他隐瞒着我有一个北京的男性朋友。您的证据是什么呢？前段时间他买房嘛，差20万块钱，我说给他20万块钱，他不要，我得从这男的那儿拿了20万，还不要利息，借条也不打。所以就是您通过这一点判断，说他和这个男的有关系是吗？对。那也不能就直接污蔑人家说是男女朋友啊。还有他儿子上北京嘛，那个男的吧，请他们吃那个烤鸭，还带他们去那个各景点，故宫啊，那个天安门呐。那这不就是招待外来朋友的日常流程？他们3个合影，算一家人了，算三口子了。那这是不是您想太多了呀？那不是我想太多，完了他还说舅舅，还感谢舅舅。那就说明他们在他儿子面前是以兄妹相称的嘛？对呀，朋友嘛，普通朋友。那不对呗？那我成啥？我成哥把我是当什么人了？外人了现在呀？那你倒是陪他们去北京啊？对呀，我是没时间呢。北京的大哥是大老板。他想的太多。我北京的大哥，我们都认识10几年了。我儿子上学的时候，在他爸妈那儿吃了2年的饭。然后就是这样一来二往，我们就认识了。我承认我原先给他处过一段时间，但是各种方面的原因，我们现在不处了，是普通的朋友，就是前男友吧。这一下性质又变了。但现在就是老早我们就分开了嘛，现在已经不处了。多少年前的前男友啊？这都将近小10年了吧？您等会儿，您这个是离异是吧？我儿子他爸不在了。您是丧偶，那他现在是单身呢，还是有女朋友，还是已经结婚了？没有对象，单身的状态。对，最近这一段时间不是买房子吗？我给我儿子买的婚房，我东凑西凑凑了30万，差20万嘛。那么我现在我就需要借20万，我就借他了，我说你借给我20万，然后我有了我都还你。他不行，他非要让我儿子的婚房写上他的名字。你说我给儿子买的婚房，我能写他名字吗？不写也行啊，你也不跟我商量啊。你这个大哥，你直接拿20万，他直接你对你啥目的呀？他不借给我，还不让我借别人的，我借了人家就借给我了。我是借的，我不是说要的，我是先借你，我先周转一下。打欠条了吗？欠条也没打，啥关系？他俩分呢？那我现在不是没来得及吗？可以后面补啊。对，他那一天路过我们那儿，然后出差，我就请人家吃了个饭。然后请人家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他正好找我，我说你过来吧，我们在这儿吃饭呢。哎，过来了，他差一点给人家打起来。到饭店了吧？我到上那个一推门，他俩坐得特别近，亲亲密密的，一看都是不正常的关系。亲亲密密是具体什么？肢体的吧？他们俩还坐在一起了。2个人并排像我和陆局长这么坐对，并在一起了。我就问他，我说这谁呀？他是北京的大哥。那北京大哥他更会说话啊！哎，这不是你小保安男朋友吗？我什么小保安呢？我是酒店消防，不是保安呢。哎呀，您介意这个消防和保安的区别是为什么呢？您是觉得这个男的瞧不起？对，瞧不起我是吗？因为他是大老板，有钱。我当时的时候是怎么？他过来了，来到这儿了，那我尽下地主之谊，我请人家吃个饭。当时手里有点钱，我说把这个钱还人家一部分，再打个欠条什么的，这不是还没来得及打呢吗？他就去了。我想我们3个人吃个饭，多好的事啊！可是到他这儿，弄得不欢而散，弄得我里外都不是人，而且多尴尬呀！因为你知道，现在买房子是重要的事儿，儿子也25、6了，需要结婚，给儿子买的婚房，我现在没地方借钱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借遍了，只有大哥借给我钱了。刚才他还说了，说儿子管那个叔叔叫舅舅，那我们那儿那个就称呼嘛，就这样一个称呼，就称呼，就显得稍微熟络一点。对他们俩特别近了，显得近。叫舅舅跟我叫啥呀？比我还近了。对，平时叫您啥？他一直管儿子，管的儿子都不搭理他，一直说我儿子。他都惯着儿子。我这多大了？25了，还不自力更生，还懂惯着找工作，还找北京大哥。我闺女现在10几岁，我也离异了嘛。
都给交生活费都行，也啥也不管，这孩子得自力更生。您说的对，自力更生是应该的。只有大老大孩子还懂让父母操心呢。那我自己儿子我不管谁管，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儿子他爸也不在，我就一个儿子，我不管儿子谁管。25岁了，他该自个儿管自个儿了。是，但是我还惦记嘛。除了这个北京大哥，这个是你们俩中间的一个结，你们俩还有什么大的矛盾吗？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个事儿嘛，就是说创业嘛，我想创业，我想干一个家政公司。这不是我说他一天24小时上20小时的班，你说我想给他见个面，我说都费劲，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小伙子挺能干的，也能吃苦，也踏踏实实想过日子，我也想找一个家。结果我说你把工资辞了吧，他不辞。他不是一天到晚上20小时的班，我还这事儿了。之前他干过婚庆、超市，3心2意的，一个家也没干好。你说还在那干那个家政，你说我的心里不放心。那您最后干成了吗？这事儿？这不是他不同意，我说我们找合作伙伴干吧，因为我实在不想上班，我就想干点事儿嘛。然后就是我找了5个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开个家政公司，都说好了，总共也就是20万块钱，我们都商量好了。结果他给我所有的朋友，就这5个朋友都打了电话，不让我参与，5个人都不敢和我合作了，怕他闹事儿。啥叫闹事儿啊？我都怕你这个万一赔了呢？你儿子现在也是。万一挣了呢？大姐就是不想上班，想自己创业，对吧？你为什么不愿意和北京大哥在一起？因为他给我儿子不好，就是意思不让我管儿子嘛。那他不是也不让你管儿子吗？所以说我着急上火嘛，有签字折见嘛。他不让管儿子，我说那我就一个儿子，对象我可以再找，儿子我不可能不管。这会儿想得开了。有没有可能您对您儿子确实是爱的有点过了头了，所以你的每一任男朋友都觉得这个度有一点过了？对，我觉得很正常呀。那大哥，我问您一下啊，就是您身边没有什么前女友之类的吗？对吧？对，离异了没有了，都已经断清了。就是前妻哈。没有，这大哥肯定没有时间，他们俩人1个月才见1、2次，哪有其他的时间啊？他带着我去见他前妻，证明我爱他呀，对吧？没有别的女人呢。他让他前妻加我的微信，有什么事儿他孩子的事儿也把前妻告诉我，我再告诉他。哎呦，我就觉得忒啰嗦，太麻烦。你们这谈的到底是啥恋爱啊？怎么这么热闹啊？里头人口特别多。现在有前妻，有北京大哥，有儿子，有姑娘，还有他们俩。所以说我也觉得有点乱，要不然我就说我们观点也不一样，也没法聊天。你俩今天来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跟北京大哥断绝关系。哦，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跟北京大哥断关系的，对吧？对。但是现在断不了啊，因为还有啥？有20万呢，欠钱断不了。对呀，哪怕打了欠条不联系了，还钱的时候还得联系。还没顾上打欠条，他吵起来了嘛？对，还得打欠条呢呀，那不能不联系啊。咱这哥哥，您不是有20万吗？为啥当时不硬气的直接扔下？我给他20万，他不接受。你给了北京大哥，他不接受，还是给你女朋友？给他呗，给他20万。您就直接找北京大哥。他一直说彩礼，给那个钱是当彩礼，他要把我娶回家。那我现在眼目前我不想结婚。当彩礼，对。你看北京大哥啥都不图他，就是妹妹你需要，哥哥我就给你20万。我大哥今儿还有一心愿，他要娶大姐，但大姐跟压根儿没想好呢。咱先听听其他2组嘉宾的意见啊。哎，这年轻的小孩，你们能看懂叔叔阿姨的爱情吗？因为我们俩也是姐弟恋嘛，然后我就觉得大哥这个事儿，我也挺能感同身受的。哦，还真是啊，你俩也姐弟恋还？对，他也有个前男友。然后当时就2个人也是认识挺久的，反正比我俩是就谈的时间长了。然后我就有时候其实也挺介意的。那你让你女朋友和他断关系了吗？我有提过，也确实断了，结果挺好的。对，那姑娘呢？我觉得他俩既然要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尊重一下对方的想法吧。哎呦，他们也是姐弟恋，都是姐弟恋哈。小梁有前男友吗？有，也是你让姐姐断了是吗？对。真的吗？是的，是真的。我作为一名男生，我挺理解叔叔的想法的，就是他希望得到安全感。你也没有安全感是吗？是的，我也没有。那现在姐姐的前男友断联系了吗？问他呀，我怎么知道呢？哎呀，还拿着劲儿呢！那你没有确认过这件事儿吗？确认过，但是我觉得我并不能发现什么，就还是不踏实，是吧？对，我心里就一直很难受，很纠结这件事。对，
我对他们的故事现在好好奇。我也是，我也很好奇。来，姑娘，你觉得呢？我觉得他们俩就是现实问题吧，然后再多考虑考虑吧。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啊。我在他们两个中间，我其实以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这个叔叔可能更爱这个阿姨一点，因为爱它本身就是冲动的，它是不受克制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占有的，是自私的，而且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跟阿姨提出来说，你把那个本本上写上我的名，他可能他的本意不是说我在意这20万，而是我想跟你有一个归宿，我想要这个事情能够绑定你给到我的安全感。所以在此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赢得人心的办法一定是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是提升自己，而不是一味的想要去束缚对方的想法。这样的话，他才会从生到心的想要跟您继续生活，继续走下去。今天我缺20万，跟我男朋友借，我男朋友说我这20万当彩礼用，结果我跟另一个人说，另一个人立刻就拍出20万给我，哪一个更爱你？大部分人都说那肯定没条件那个人更爱你啊，但问题在于，拍出20万那个人可能他有2000万，而那个有条件那个人可能他是只有20万，他倾囊而出了。有些人他拥有很多，他只是分一点点给你，就足以让你感动；而有一些人他只有一点点，他全部给你，但他心里面还是多多少少我要带点条件。一开始可能说是我要房子上写个名字，后来被你拒绝了，后来干脆说啊那是彩礼。爱是一个特别的标杆，我们不以数字而论，不以财富而论，不以这个人的地位而论，而是看这个人为你付出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他真心实意的想和你在一起。第二件事情，我想说一个安全感的事。安全感来自于一种相互之间的支撑。当他把你带去见前妻，把前妻的事情都交到你手上的时候，他实质上在寻求你和他之间的相互的支撑。最后，我很同意米娜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你可能对于你儿子有过度的溺爱，这种溺爱让你对别人的爱反而少了，因为你把太多的爱投入到了孩子的身上。而当你的孩子独立之后，你要想一想你自己的爱要何去何从。我是觉得，大姐您可能都没有爱上这个男人，就是你身边的这个男人，他只是不爱北京大哥，这是确定的。但是你可能也没有爱上你身边的那个男人。通过一件事儿，我觉得还挺心凉的，就是我觉得爱一个人是会爱他的方方面面，他的各种的行动会让你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可是大哥做出来的一些行动，却让你觉得是很麻烦的。比如说，他带你去见他的前妻，你知道，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女人，如果她是会被这样对待的话，她会觉得你带给了我满满的安全感，会觉得你在意我的感受，你把我放在了你最重要的地方。但是你丝毫没有感受到，你丝毫没有感触，你甚至会觉得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然后您的对于爱的诠释，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这个男人如果能够帮到您，您会觉得他是爱您的，或者说这个男人对您的儿子很好，您会觉得他是爱您的。我觉得您好好可以想一想，静下来想一想，就您的人生在哪儿，您的未来在哪儿。真的，您对儿子的关注太高了，25、26岁是个男人了，他未来如果是一个妈宝男的话，太可怕了。那么儿子再结婚，你势必会掺和到儿子的婚姻生活当中，那对于儿子的未来其实是一大毒害。所以您真的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儿子成家立业了之后，您的人生在哪里？这个刚才中途聊天的时候啊，都牵扯到有前男友、前女友这问题吧。但是我是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年轻人就会回答得很游刃有余，或者是相对从语感和情绪上来说会相对轻松一些，因为能面对。但是我倒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交圈的扩大，可能到了成年人才应该是那个有困难，我就是能寻求这个前男友的帮助，因为都是成年人嘛，就可能也不会图一些现有表面的东西了。那刚才两个人叙述完的感觉，这个大哥呀是一个特小心眼儿的，控制欲又强的，是看出来这大姐是一直坚持，我跟我这前男友肯定不会有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她一直在反复跟大哥强调这问题，但是其实强调来强调去，有一个问题是，这大姐你认识北京大哥10多年了，她可不认识啊。你解释来解释去，她心里能踏实吗？万一呢？万一咱俩搞着对象，
起要跟人跑了呢？对吧？万一你要说我舍不得我儿子，我跟着一块去北京，俩人一块万一要过上的，而且那边北京大哥还单身呢，人家是有人家的担心的。我觉得大姐你应该考虑一下大哥的感受。如果俩人真的想最后能走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互相尊重非常的重要。大哥没那么好，大哥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知道人家需要20万，你可以跟人家说，你给我利息，你给我打借条，这叫做我只有20万，我借给你了，我担心20万跟着你一起跑了，我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叫做实在人。但是你呢，却希望的是，趁你现在需要20万，我拿20万当条件，换一个100多万的房子的署名权，或者换你嫁给我，彩礼什么的都解决了。一方面你赌的就是这个女人，钱给了她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我却可以得到她。但是咱姐姐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个世界上我们总能找到前任，但是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朋友比我们的前任多。如果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帮你的只有前任的时候，我真的是挺纳闷的，朋友都去哪儿了？很多时候前任放在那里，大家互相不打扰是一种尊重，但是没事儿就去拿自己的困难麻烦前任，这不像是一件什么好事儿。你没有爱上咱哥哥，但是你想找一个人搭伴过日子了，因为儿子长大了。儿子长大之后，你需要找老伴儿的心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寂寞，而是为了替儿子省钱。你需要找一个人来解决你的衣食住行，来帮你的儿子养你的老。所以这就是你想找一个人结婚的原因。咱哥哥呢，倒是想找一个人过传统的婚姻的日子，你的钱我的钱放在一起，我们俩还要奔接下来的50年，这是他朴实的婚姻观。但你没有，你心里头只有你的儿子。无论你做什么选择，为儿子好，不给儿子添麻烦，给儿子存钱，永远是你心里头的第一要素。所以诚实一点，面对自己好了，早点分手。二位坐那儿休息一会儿，主要是大姐您得好好想一想，您的未来在哪儿？来，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2组嘉宾。